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监测血药浓度啊？这个血药浓度呢，其实指的就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正在吃一种药或者静脉输液啊，用一种药，那么你血里边这个药物的浓度，大家可能还是在做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种问题，是吧？他问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在吃着卡马西平，然后测量他的血药浓度啊，什么时候测，什么就这些问题。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种题出来好像只有固定的这几个药啊？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好像也没有发现总有病人去抽这种血药浓度，对吧？所以，这些病人可能都在一直长期吃着某种药，比如说降压药，是吧？降糖药，没听说。什么测二甲双胍的浓度啊，是吧？测这个什么这个卡托普利的浓度是吧？这个很少听说有这种问题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是好像我们只对其中某几个药很关注，是吧？那其他药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这么关注呢？这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来源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遇到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这么一个题说 nurse is caring for a client 说正在用着什么万古霉素那么这个 provider 呢是 order 了一个什么叫做超 level 就是它的钴浓度这个药物的钴浓度，我们知道血药浓度分峰浓度、钴浓度指的分别就是说最高的时候和最低的时候这个医生 order 是查这个最低时候的。然后说这个护士应该什么时候去获得血液标本，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去抽血来测这个血药浓度。我们要知道什么 ？Immediately prior to giving next dose 那么就是说在下一次给药之前立刻抽血。那这肯定是最低的，对吧？你上一次用药到第二次用药，这个第二次开始之前，肯定是上一次代谢最低的时候也就是说要求什么，尽量是在30分钟之内完成。也就是说，你昨天比如说12点给的药，然后第二天这个，假如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第二天是上午这个9点那么马上要给第二次了那么我们应该在8点半到9点之间去抽这个血然后下一个问题这个 when should peak levels be drawn for Vanco 那么这就问你最高的时候让你测量峰浓度时候什么时候测？它叫什么？1个小时在静脉滴注完成以后1个小时去测量也就是说你不能时间太长，是吧？我比如说我这个9点用药，然后比如说滴了1个小时，10点滴完，那么我不能拖到说下午4、5点钟再去那个就不是峰浓度了最高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9点开始滴，10点滴完那么我们在11点11点就是你彻底滴完之后1个小时测量的这个就是什么叫做峰浓度不是说滴完马上测你滴完马上测这个还不是太合适它有一个药物的这种分布的过程那么下面就是咱们问题来了说为什么有些药物需要测而不是说所有的药？其实也就是说，真正需要测量这个血药浓度的这种比例很低但是呢，对于这几种特殊药物确实有需要。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叫做治疗窗狭窄什么叫治疗窗就是你这个从有效给药以后，它的有效的治疗浓度到它一个说中毒的浓度这个之间的范围，这就是治疗窗你这个窗越宽，其实就是什么越安全比如说我们就例如说有一个药物 A 那么它有效的这个治疗的浓度比如说是这个3毫摩尔每升然后呢，它的中毒这个浓度，比如说是30毫摩尔每升，那中间这就差了10倍，是吧？那你用这个药相对来讲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说有另外一个药 B 那么它的有效血药浓度有效要达到有效，需要达到28毫摩尔每升，而它的中毒浓度
就是30啊，就举个例子啊，就是30毫摩尔每升，那你这个有效剂量和治疗剂量就很接近，和这个中毒剂量就很接近了。稍微加一点这个量，它可能就中毒了，是吧？当然，咱们这就是纯举个例子啊，真正安全的药物，这离这么近，这恐怕是很难的啊。就是越远越好啊。如果这两者非常接近，那这个药物其实在上市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遇到问题啊，不一定能通过这种药物的临床试验啊。市面上的药不应该说非常接近啊，非常接近这就属于什么？太容易中毒了，这个安全性太低啊。所以呢，这就是说，有效浓度和中毒浓度太接近是不行的啊。我们对于这种药啊，它有些可能差异呢，虽然没有刚才咱们举例那么近啊，但是比如说3毫克到6毫3毫摩尔每升到6毫摩尔每升，这之间其实这就算比较接近的了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你用给多少毫克，这个肯定不安全啊，你肯定就得要测血氧浓度，比如说什么这几个药，地高辛、digoxin 啊、锂、lithium、万物霉素、vancomycin 这几个药，咱们一定是在考试里边经常见到的，是吧？需要测血氧浓度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个体差异比较大啊，有时候有些药物它的吸收、代谢、排泄的差异很大啊。那么而且有一些高危因素，是吧？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啊，很多药物都是通过肝脏和肾脏代谢的，是吧？那么包括年龄、老年人和儿童，他肯定代谢就会差一些，是吧？他可能就容易在体内蓄积啊，排出比较慢。包括有些基因的差异、种族差异，对吧？那么对于这些差异来讲，你用同样剂量的药物，对于这个患者可能一点效果没有，对于那个患者已经中毒了，是吧？所以这个呢就要靠血氧浓度来量身定制啊。第三个是有些药物呢，它的药代动力学啊不好预测啊，它的代谢呢，这就叫做一种非线性代谢，比如这个非内托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咱们呢倒不一定非得理解什么它的什么有非线性代谢这些概念，但是呢，简单讲啊，就是说它的代谢呢，好像咱们并不是说能够，比如说它吃了几毫克，它的血氧浓度就是多少啊，成倍增加这个剂量以后，它的这个血氧浓度就会成倍增加，它不一定啊。所以这种不可预测的这种药物呢，咱们就是说要关注它的血氧浓度了啊，你给药的剂量和你最终达到的这种血氧浓度的水平之间关系不好测量啊，咱们还是需要查啊，查血里边浓度是多少，这才行。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药物相互作用啊，比如说有一些酶诱导剂啊、酶抑制剂啊，有一些竞争性的排泄呀，是吧？比如说利尿剂再加上一个地高辛，导致地高辛风险增加呀，中毒风险增加，是吧？NSAIDs类药加上锂剂，导致锂中毒啊，这风险增加呀，就有一些相互作用，药物相互作用的原因。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是患者的原因啊，患者可能他有些患者由于某些各自的这种心理怎么想的这些因素啊，心理因素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社会因素，他不吃药啊，他不吃药，但是他不告诉你啊，你不问呢，他也不说啊，你问呢，他可能告诉你一个假消息啊，他说他吃了，但是你从医生的经验来看，你吃了不应该是这个表现的，是吧？你的这个剂量都给的很充分了，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有点违反常理，对吧？那么确实有这种怀疑的，咱们可以抽一个血氧浓度看一看啊。那么这个它就可以帮助你判断，是吧？你说你天天吃这个量，但是你血氧浓度很低呀，基本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当然呢，你说你血氧浓度确实这个上来了，但是呢还是效果不好，那可能是什么吸收的问题啊、剂量的问题，对吧？个体差异的问题啊，可以帮助咱们来排除一下有没有这些不吃药的情况啊。那么下边这个呢，我是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这种就是恩格莱兹常考的啊这些血氧的浓度啊，就这么几种啊。那么 ATI 呢，它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啊，其他的各个复习的这种参考书啊，也有不同的版本。我这个参考值是按 ATI 版本给大家总结的啊。那么其实真的不多啊，就这6个啊。其实 ATI 呢，它列出的还有好多啊，但是呢，那些我觉得太不好记了啊，而且考的可能性比较小。
地高辛必须要知道啊，0.8到2.0的，然后锂要知道0.6到1.2，是吧？怎么记啊？其实它和那个基酐是一样的，基酐的正常值也是0.6到1.2。苯妥英钠啊，10到20微克每毫升啊，和这个，然后下边这个卡马西平啊，苯妥英钠你其实可以和 BUN 一块记啊，也是10到20。啊，万古霉素啊，钴浓度15到20微克每毫升，然后卡马西平5到12啊，这个微克每毫升，氢钠霉素钴浓度1到2啊微克每毫升。那么这6个里边，其实更常加，就是说更考试频率最高的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锂哈，0.6到1.2啊。那么苯妥英钠啊，10到20，我觉得这2个可能出现几率是最高的啊，它可能会遇到这个数值的问题。当然地高辛啊也能排在前3吧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总结哈，这个总结因为它的参考值呢和咱们刚才说 ATI 的版本可能多少有一点差异，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表格还是能够让大家至少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每一个药哈，它的重点在哪儿。比如说地高辛主要的毒性表现，对吧？一个是心脏的心律失常，一个是胃肠道的表现，恶心呕吐，一个是神经系统表现啊，比如说黄氏、绿氏啊，我们需要怎么样监测心率啊？小于60就不行，马上停药啊，监测肾功能，对吧？再比如说里剂啊，那手抖啊、呕吐啊、腹泻啊、肌无力啊，是吧？然后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出入量的记录啊、肾功能啊，有没有用利尿剂，有没有用 NSAIDs 类药啊，是吧？包括电解质啊，是吧？低钠血症这些哈。那么这个表格非常有助于大家呢，就是去把这些重点啊，通过一个表能给它记住。那么最后呢，看几个题哈。第一个啊，说这个患者使用地高辛，血药浓度现在2.5，这超了，对吧？伴有心律不齐，首先的措施，那你既然是超了，血药浓度都高了，那停药呗啊，毫无疑问就是选 B 啊。第二个说使用锂剂，血药浓度1.5是吧？刚才咱说0.6到1.2啊，高了，又出现呕吐、手抖了，这也出现毒性反应了，那么怎么办？停药呗 C 啊。第三个，什么时候抽万古霉素这种钴浓度啊？咱们刚才提到过，下一次给药之前30分钟之内啊，所以选 C 啊，下一次给药前。然后第4题呢，说氢钠霉素钴浓度是3啊，那么上限是2啊，他告诉你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也超了是吧？钴浓度说最低的这个浓度已经超了，那么应该还是停药啊，报告医生啊，是不是需要采取进一步处理措施？那么好，那今天呢就咱们大家呢就这个血氧浓度这个问题哈，稍微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欢迎呢大家其实可以看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内容啊，这个对于大家学习有一个系统性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最后呢，感谢大家这个观看啊，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再见。